闲话日本又来跟您聊天了啊！今天咱们聊聊这个福岛核处理水排海的事儿。上个月的24号，日本政府宣布福岛的核处理水正式排海，这只靴子呀算是落了地了。其实这个事儿本身已经没什么可聊的了，说的人太多了，就看您信谁了。但是让子弹飞了这么一段时间以后，尤其是我还住在日本，就感觉好多事儿啊开始有意思了。比如说这一段，好多国内的亲戚朋友给我发信息，啊，有听说日本超市买不到吃的的，有听说富士山爆发了的，有听说东京要大地震，听说附近的海里发现了变异生物了，各式各样的什么都有。所以真要按他们这个信息啊，我现在应该是泡在岩浆里，饿了小1个月，在这儿跟您聊呢，旁边还得不时的跑过一只什么哥斯拉之类的。哎，对，我还得晃着说，因为正地震呢嘛，是吧？感谢各位的好意，日本啊，至少我能看见的一切正常，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等什么时候您这些真的出现了，我再录节目分享，估计比我这么坐着干说话来吸粉。另外还有人问我说，你支持这个核处理水排海吗？我说您这都废话，肯定不能支持啊，可有别的辙吗？我不知道您对这事了解多少啊，反正据我所知，20多年前311地震嘛，福岛第一核电站因为地震引发的海啸15米高啊，造成了全面的停电。没有电了呢，这个核反应炉里边冷却水就送不进去，核反应堆产生了大量的这个衰变热，导致了炉芯熔毁，核燃料啊从里边就漏出来了。还好啊，外边还有一层外壳，所以当时作为紧急处理，不得不向里边注入了大量的海水降温。这才算把这个事儿给勉强控制住了。所以您看，好多核电站都修在海边，就是因为这个嘛。因为毕竟是核燃料嘛，它不像着火浇灭了就完事儿了，没那么容易停下来。从那以后啊，还需要一直往里边不停地注入冷却水。但是因为核燃料它从内壳已经漏出来了，所以后边注入的这些水，再加上什么下雨的雨水、涌进来的地下水，这些啊都直接接触过这个核燃料了。就变成了所谓的核废水，既不能回收利用，也没法直接排放。所以当时作为临时的方案，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就在核电站里边陆续的大概建了1000多个大型的储水罐，先存着呗，慢慢想办法了。可这些核废水每天都要产生，一天差不多140吨啊，储水罐是有数的，能存储的上限是固定的，所以到上个月的时候，存量已经超过了98%，哎，快到极限了。所以这个事儿本身也没法再等了，存储空间几乎饱和，尤其这2个月台风还多，万一再赶上一个什么大规模的降水，那就直接爆掉了，更麻烦。所以既然叫做迫在眉睫，所以要问我支持还是不支持，我只能说躲不开的事儿谈不到。就好像说刚出生的小孩也好，还是100岁的老人也好，都要面临一个东西叫死亡。都是活一天少一天嘛。要问说你支持人类会死掉吗？没意义，那天来了谁能挡得住啊？我住在日本，前2天看这边的媒体调查，明确表示赞成这事的日本人其实也只占了12%，56%的人跟我一样，只是认为这事没办法而已。那么这些水放在那儿怎么处理？就2条道，是吧？通过水蒸气往天上排，还有就是处理以后往海里排。没地方放啊，日本又不像有些国家可以随时的征用私有土地，它本身国土面积也确实小，所以说，除非是能送上太空，不然放哪儿？总不能真找人去给喝了吧？先不说那是海水能不能喝，就算真喝了也没用啊，人类的肠胃也消化不了那些放射性元素，最终还是排泄进入生活废水，进入河流，流入大海，这不一样吗？也不能跟某些国家似的，缺德扔到别的国家去，比如说俄罗斯。真有这事儿啊！当年中国有本杂志叫《世界知识》报道过，1993年一艘俄罗斯船只在日本海一次就把900多吨的核废料直接倒海里，这是现在福岛那个原子炉里边核废料的多少倍啊？苏联时代那就更别提了，核潜艇反应堆不带拆的，直接凿沉扔海里，废弃的核燃料拿水泥一封扔海里。后来有环保组织去调查，说海里边的这些水泥据说都裂缝了，核物质就那么直接往外飘。
不说别人了，回来接着说日本。这边经过了所谓的专家们各种论证啊，最终反正是决定经过处理以后排入大海。经过一种叫 ALPS 的处理技术，据说可以把这个核废水里边除了氚元素以外的放射性物质都控制在安全线以下。那这个氚怎么办呢？稀释到安全标准的1/40以后，再把这个人工制造的安全的处理水排入大海，通过大海这个巨大的体量再进一步稀释。当然这事儿咱也不是专业的啊，是不是靠谱，我也只能是相信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报告，所谓的姑妄听之了，没有任何给日本洗地的意思。只是既然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个人也只能相信 IAEA 的理论，相信日本政府。这个只对我自己负责，别人当然可以有自己的判断，这都正常。但我看有那个自媒体就有意思了啊，这个人呢住在日本，发视频，哎呀，日本的超市都卖不出东西去啦，日本的海水都发黑了，日本的鱼都死了啊，描述各种日本的危险，看着我都以为日本生化危机了呢。过了小1个月，我又看他的视频啊，还在日本呢，我就奇怪了，这么危险，您还待这儿干嘛呀？您又不是战地记者，生命大于天，真没必要，赶快回国，或者去个你认为安全的地儿。可你要住在日本，还天天在这儿表演哭天抹泪的，矫情。我看有个小哥人就很正能量啊，在国内开日料店的，对日本排海这事儿严重不满，于是呢把自己店给砸了，拍出视频来，这叫汉子。我这里没有任何贬义啊，对日本有意见纯属他自己的自由，很正常。砸自己店里的日本元素，画地绝交，一点毛病没有。就好像我看天津那俩大爷，就在那个狮子林桥跳河那边往河里跳水那两个，喊着什么轰炸小日本，然后头朝下嘣就炸河里去了。类似这种视频啊，当然了，太危险的不推荐模仿啊。但是逻辑上我觉得没问题。第一，不给别人添麻烦；第二，强烈的表达自己的态度；第三，还有一定观赏性，没毛病。所以刚才那几个住在日本还表示各种不满的，您就应该直播回国。临出日本的时候啊，别申请那个再入国，直接把你那在留卡给剪了，这叫真的不满。你要直播这个，我一定去给你打赏去，不然啊，那就叫骗子。就好像我看还有个视频，在日本新宿有个居酒屋，这老板日本人，每天啊习惯调侃一下这个时事，写在一个小黑板上写这么句话，然后摆在店门口，算是这个店的一个特色吧，挺接地气儿的。比如他评价这个处理水排放，就在黑板上写说这就是往海里撒尿，你别说还挺形象。这天呢，因为这个日本媒体一直在报道来自中国国内的各种不满嘛，老板就写了这么一句：致中国人，本店用的鱼都是福岛产的。写了这么一句。有位住在日本的自媒体小哥走在东京街头，看见了这个小黑板，作为中国人，他觉得受到了侮辱，打电话报警。他会说日语啊，能沟通吗？警察很快就来了，各种调查情况，具体过程不说了，您网上有兴趣自己看。反正结果就是老板把那黑板换了一句话，调侃别的内容呗，接着摆。反正看老板那表情啊，就是我内容换了，你们赶紧走，警察站我店门口影响生意。但是咱们这位小哥呢，很欢欣鼓舞啊，那意思就是正义战胜了邪恶。这视频是我一朋友转给我的，反正我看完了就觉得这逻辑特别扭。这小哥不满报警这些啊都没毛病，你的权利很正当。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走在街上感觉受到了侮辱，比如说有人骂我，严重到我需要报警了，可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好了，以后不骂你了，这不等于是又骂了一遍吗？您琢磨这逻辑，就算谈不到什么实质性的赔偿，一个正式的道歉总是应该有的。没有道歉，我肯定不能算完。所以我就不理解啊。正好那天有点时间，我就查了一下这位叫做油头46分的 UP 主，他在国内的 B 站、油管都有频道，可这个视频呢，他只放在 B 站，油管没有。不仅没有这个视频啊，连油管的其他视频，他都把那个留言的功能给关了。这就太明显了吧？你这么理直气壮的一个事儿都可以报警了，何必在油管上不放出来，跟大伙儿一起讨论一下嘛？要怕人网暴，
在国内你50多万的粉丝都没事儿，油管才这几十个粉丝有什么呢？反正就这类关于处理水题材的视频太多了，包括我关注了好几年的李永乐老师，前一阵也出了一个视频啊，科普这个事儿，他的视频我都有通知设定啊，所以第一时间我就点进去了。前半段没毛病，讲什么核衰变啊这些，可讲着讲着就不对了，说日本把这个接触过核燃料的核废水直接排入大海，这些前置的处理流程不谈了。哎，这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日本经济产业省和这个福岛第一核电站都有专门的关于处理水的网站，里边有24小时的监控视频，有实时的监测结果，所有的处理环节的说明等等都有，中文、日文、韩文都提供。所以李老师，您在油管上200多万的粉丝，不可能说看不到这些，随便一查也不能说的这么片面嘛。您觉得这个处理方法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嘛？正好我们也学习一下。完全不提，是不是就叫捏造事实了呢？这就太可怕了。得亏日本这事儿我还知道点儿，他要讲点别的我不知道的，那不就跟个傻子似的，纯上当受骗了吗？当然了，人家的频道讲什么是他的自由，我的自由呢就是取关。再见了，李老师。不过前2天听一朋友说啊，李老师把这视频好像也下架了，没关系，那是他的自由，开心就好。总之吧，排海已经开始了。据说要进行30年，没人知道30年后我们这个世界会什么样子。但这才3个礼拜啊，从我的视角就已经能看到各色人等粉墨登场。似乎啊，经历了这场疫情，经历了最近什么安倍遇刺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啊这些事情，作为一个生活在海外的华人，也可能是我岁数大了，感觉好像华人的各个圈层开始渐渐的变得泾渭分明，包括我的微信也是这几年开始有所谓的拉黑好友这件事儿了。所以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我们就都好自为之吧。今天咱就先说这么多，等我再有点时间了咱们接着聊。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